拂晓到夜幕，正午到黄昏，再漂浮的人也得回到地面，好好生活。过早、午餐、晚饭，再来一份宵夜。一座城真正的地位就埋藏在12时辰的烟火里。用味道打开城市，用舌尖感受人间。作为一名吃货导演，通过了。等到开拍通之后，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重庆。关于重庆的故事总是从红油开始，以火辣结束，而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，火辣的太阳辣得我两眼发黑。除了辣，还有比辣更辣的重庆娘娘。好家伙，火辣倩影，望断双眸。早晨7点，他们在等什么？当然是这碗面。绝大多数重庆人的一天都是从这碗小面开始。而一位娘娘告诉我，早些年重庆人早餐还是以米为主。抗战时，大批外地人涌入重庆，才带来了吃面的风气。如今，小面界的当红娘娘就是这位。你用老面要大碗几米都加几米嘛，被人打球了啊！喂，老大，给我拿面浆没带了，搞快点。加2斤的，加2斤那个。对面去找对面。瘦妹，高胖妹面庄门脸。哎，等等。明明是瘦妹，为什么店名叫胖妹？哪个点了2个大绕旋呀？要1个大碗。大碗这没馅儿。原来这才是招牌。那个给我干啥嘛？那个不干啥。胖妹，面庄掌柜，瘦妹亲戚，姐妹俩靠着手艺把持着这家重庆的顶流面庄23年。快点把菜拿出来，菜！马上！2个大小妹是对面的，走啊！好。筷子是美女的噻。小面我每天要吃1大的，我是经常开车惯着来点儿。这儿吃了10多年了。这是重庆的特色小面，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老顾客，我们最喜欢它了。为了那口面呢，专门从南区开车过来吃。好吃不？好吃噻，你们的面肯定好吃噻。现在的话，差不多是2000万左右吧。好，如果是过节的话，差不多是4000多。过节是最忙的，相当忙。一般就是多久会来吃一次？我一般的话，可能3天4天。那外地吃不到重庆小面怎么办呢？想噻，从小到大你都爱吃这个面。只要是重庆人都要吃面。起初，小面是一种谦卑的自称，没有海鲜，远离肉类，只有小菜，红油重口，2两下肚，解馋抗饥。我是一碗劳动人民的面。小面发展至今，门道繁多，提黄、假青、短白，浇头各异。传统小面、牛肉面、豌杂面，胖妹抓住吃货流量的核心秘诀之一就是自家混合面，麻辣牛肉与红油肥肠的干饭 CP。牛肉面好不好吃，主要是靠它汤料，真的不是靠它的海椒、花椒，主要是看那个烧那个牛肉的水平。
炖肉先制汤，醇厚的秘诀来自一块牛油。花椒、香料、辣椒小火爆香。这辣椒的讲究也让我打探了小半天。我们做卤肉的辣椒大概有7种，它们辣度都不相同的，但是它们在辣的同时还需要香，香的同时它需要这个辣椒的醇厚度和颜色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。大火熬煮，直至香味溢出，融入汤头。牛肉肥肠改刀成大块，让肉欲达到极致。炖煮也有胖妹家的道道。牛肉它需要的是一个汤要浓，让这牛肉的浓度更强。那肥肠我们就不需要那么浓的汤，一块肥肠吃在嘴里它是化不了口的。我很不舒服啊！是不是昨晚上又去打了麻将嘞？对呀。哎，跟你说了，晚上莫去打麻将了嘛，你又去打个酒吗？跟你说了，你那个身体熬不得夜，一天跟你说了不听呐。等到以后，我们不卖面了的时候，我们也耍，打2场麻将，晚上打1场，下午打1场，可以。火爆脾气，柔软内心，像胖妹、瘦妹这样的重庆女人还有很多，在外可以扛起半边天，对内也能为你遮风挡雨。这也许才是吸引吃货的江湖味道。重庆的早晨小面热辣，到中午太阳热辣，而这辣似乎融入了重庆的血肉。重庆城红颜混，丰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北朝天门，风水好我的修作本。到重庆嘛，又是吃火锅第一，江湖菜第2。江湖菜嘛，你吃嘛一般都是麻辣鲜香、火大、油多、味清鸡精、起坨坨，这都是江湖菜，典型的。江湖菜多适合重庆。这里本来是山高路狭，江水湍流，一身江湖气的重庆娃硬是战天斗地，遇山开路，逢水架桥，不拘小节，脾气火爆，这只是面子上的草马。重庆人里子里的江湖气是在大场合里扛到底，宁死不屈。有一会儿哈，我们那里来了一些客人，他每张桌子坐2、3个，他只要1瓶啤酒、1个豆芽儿，都坐在位置高头。他说你可能要交点保护费哦。如果你是朋友，是不是没得问题？但是你来敲诈我，那么你如果要走出个门儿，是不是脚来脚断，手来手断，脑壳拱起来个打得稀巴烂，你走不掉。这才是江湖儿女。英姐，马坊湾66号主理人，10余年间把这家重庆江湖菜菜馆打理成了重庆网红新地标。江湖人做江湖菜必然地道，
一碗不起眼的血旺都遵从着英姐的江湖规矩。猪血一定选用当天新鲜猪血，自家调制。煮猪血是口感嫩滑的关键。大锅水烧开，再将水温放凉至90度。低调，这是个小秘密。再将凝固好的血块放入，小火慢炖，水温必须一直保持在90度。过高，血会鼓泡有蜂窝眼，口感柴且渣；过低，煮不透血旺内里，泥土腥味满口飞。以鸡精、味精、花椒粉和胡椒粉打底，而为血旺注入灵魂的，则是这勺特制红油。真香啊！把控着灵魂的就是伯母，英姐妈妈。那个10种五它又香又辣，口感特别好。在2斤呢，它主要是一种香。哎，我们都是要的特香的那种海椒。内黄新一代它主要是体现它的辣度，一般都是做火锅啊那些，大概都是在3000多度到4000度那个范围。好，这个未来新一代辣度就是在个1-2000度那个样子。重庆人把炼红油玩到了极致，拌凉菜的、吃抄手饺子的、做面条的各有各的味儿。在我看来并无二样，重庆厨师却玩出了万般变化。凉拌菜在油，重点是要熬出油色，为凉拌菜起色。做菜在椒，一种辣椒必然得不到正味。条子椒的香，米椒的辣，朝天椒的中庸，每家各有独门配方。好的红油熬炼只是一半的功夫，另一半全在辣椒面的制作。伯母选用贵州条子椒和本地石柱红5号海椒，混合2种偏香型中辣海椒，俘获小年轻内心。小火慢炒，炒干水分，逼出辣素。打碎，加入少许芝麻，马坊湾版的辣椒面就基本完成。菜籽油与猪油混合，烧热淋于辣椒面上，这香味儿，绝子。血旺，因为它就是很嫩嘛，就吃起来口感非常好。这个猪血来说的话，比较的细腻，真的很好吃。像有的如果火候把控的不好的话，比如说有孔啊，或者血老了啊，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来，漂亮的小姐姐，你们是哪个城市的？送个1米粥给你们。然后我看到你们那个辣子鸡都没当吃，可以把那个菜退了，也可以换一个不辣的菜。然后哈，英姐靠着江湖儿女的仗义行走江湖多年，这份仗义从小就出现端倪。我们后面有一个部队，得知他们是从打了仗回来的，我们丫头都跟他说你们打仗那么辛苦，你们保家卫国，为我们的那种安全哈做出了牺牲。我们家的包子你们随便吃，稀饭也随便舀。你们辛苦了。我们觉得老板一般的都是高高在上，没想到这么接地气，很大气啊，很豪迈啊，不然的话他那个店也开不了这么久啊。马坊湾招牌血旺，虽然挂着招牌2字，但打榜老大却是另一道菜。尖椒鸡也蛮好吃，味道还是很足，很嫩，很入味。没文化，只会一个字香。尖椒鸡打榜第1并不意外。重庆人对吃鸡的热情由来已久。江湖菜吃鸡榜，1代目歌山辣子鸡，2代目南山泉水鸡
三代目育儿鸡，斗金新宠尖椒鸡，哪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赫赫威名。作为一名吃货导演，我也一直珍藏着一家吃鸡的宝藏小店，但似乎有些难找。哦，找到了2位嘛，或者2个2位嘛，2个2位嘛。2个矿泉水23罗，支付宝到账。好的，5瓶啤酒4件100块钱。支付宝209元。支付宝109元。你看，哎呀，你喊我一声嘛，帅哥，好辛苦嘛。你怕不怕啦？还好就去吃这个重庆的味道。他采访你，哎呦，走了。哦，按摩了哦。我不喝酒嘛，你吃醉了酒你买单呐？我凶啊！这里头没得哪个买脾气的。哎，莫整我哟！晚餐回归本质，火锅体系的烧鸡公绝对是重庆人的优选之一。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烧鸡公一类的菜。自从进了这个家门，天天都吃烧鸡公。说到烧鸡公，李娘娘一定有发言权。刚开始我们是第一家是烧鸡公，只有我们这一家是烧鸡公。就是97年嘛，98年，反正香港回归之前就开始做起了，做到现在30多年，他们都知道。我回来吃烧鸡公一定都是吃那一家，其他家不会吃，吃了它30几年。那如果去外面吃的话，他就比较喜欢烧鸡公，像火锅一样的，吃起来就辣一些，过瘾一些。作为江湖菜的 C 位之一，烧鸡公依然继承了火大油多的风格，秉着油少不成菜的江湖规矩，大油下锅，这分量实在。辣椒、香料依次入锅爆香，再下入豆瓣增味。诶，等等，这豆瓣怎么和平时的不一样？豆瓣要是自己做的，他是不得给你讲这一边的妙妙。果然都有小九九。最后下入鸡块和芋头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。小火温煮也是秘诀，直到时刻到来，鸡肉已炖煮30分钟。进去的，哎，在你里面哈。鸡块入味，芋头软糯，今天自己怎么也得吃一整只。那个味道巴适惨了，它鱼儿害怕。可能它那个弄久了，好给入味儿，它比一般的鸡肉再大头它都要入味一些，然后它那个皮质要多一些。重庆的女孩子就像那个烧鸡公一样，那个烧鸡公又喝又辣。端午节家庭聚会，我们姨爹身体不舒服，但是为了听到起亲过来吃鸡，马上都跑起过来了。有45年了嘛，我平常搬到江北去了，然后很怀念那个小时候的味道，然后正好我们有朋友过来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今儿约了那个地方。希望我朋友荣婷下次再来这家店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。爱情，现在的年轻人期盼这口锅带来爱情，曾经也是因为爱有了这锅鸡。以前带起2个娃娃，我也下岗，他也下岗，没有办法想去搞这个名堂。顾客喜欢吃什么我都做什么，小富即安，我要求不高，只要有饭吃。那阿姨呢？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只有2个人，你体贴我，我体贴。
你爱我，我爱你。这心中有他，他心中有我。还是要相信爱情，我不相信。他的普通话也说得很标准。不标准，没得标准。老板娘好，那你闻不到嘛？对呀。挺能干的，据说是脾气不好了，人还是个好人。哪个敢讲？是的，是的。哪个敢讲？来嘛来嘛，大家的身体健康是第一，好，这个最金钱。老板，走了。要得，下次又来，吃好没得？可以。可以了哈。是。好，下次来等我给你打点折了哈。你照顾了我们又要打折，好好好，拜拜，好。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鸡足饭饱，出去走走。深夜，重庆依旧热辣。等等，走错地儿了。对头，这才是重庆嘛！吃货们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，有些是为一饱口福，而有些是为一饱眼福。眼福不展开探讨，而口福有必要说道说道。江湖黑大兔，重庆小黑兔终结者，22年间从路边摊摸爬滚打到如今的做兔一哥，江湖故事太多。11年前我做兔子，然后只有白兔子，然后叫那个怎么说啊，在白兔子当中寻找黑兔子，然后我们牌子叫黑大兔子。兔子的话哈，黑兔子的总比较好。能在重庆美食江湖里混出来的厨子，定有绝招。黑大兔有9味。而泡椒兔一直霸榜多年，泡椒兔的秘密肯定就是泡椒了。走，去瞧瞧。我们泡的全部都泡到1年以上，都是我们自己泡的嘛，都跟他们那些买的一些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专门做泡椒做了7、8年了。我们敢保证，我们泡椒是绝对是很好吃的。制泡椒只是第一步，熬油又是关键。泡椒剁碎，在热油炒制2小时。经过24小时的发酵，泡椒的酸和辣完美的融入油中，万事俱备，只待黑兔。只用当天鲜兔，确保肉质滑嫩。低温滑油，江湖野派炒法：大火、重油、泡椒、
麻椒在锅中狂欢。江湖人做江湖菜噻，以前可能是江湖人哈。滑嫩的兔肉在高温中只需1分钟，迅速入味，爽、滑、鲜、嫩，都在其中。泡椒的味道很正宗，它那个兔子的肉吃起来很嫩。第一口上去，你会感觉麻劲儿都上来了，越吃越上口。不仅是顾客啊，我们现在也是朋友。我觉得老板娘典型的重庆妹儿的性格，就跟那个菜一样的哈，完了睡觉。送你们2瓶酒。好，感谢你们哈，慢慢吃哈，现在阿姨送你的，谢谢。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码头，更开阔一些，然后我们的性格的话也会更风风火火一些。那先坐过来噻，走那个噻，走走，来，三杯的嘛，你慢慢走哈，不慌，省点，滑，好，这麻烦了。哦，没麻烦。他们2个创业的时候啊，我晓得很艰辛，他们一个在那个盛世华城的一个小店店。当时生意不是很好，最开始他们2个创业的时候，店都不想做了。先做到起来，交房租交不起了。不晓得他们老板娘把那个手表卖了，项链全部卖了，还是很不容易。可现在看到那个生意能够好啊，哈，还是很开心。创业嘛，任何人创业的时候都有困难。该付出的必须要付出嘛，毕竟是一个家庭，家里人也不看好他，但是我看好他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2年没跟家里人有任何联系。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很艰难，反正现在来说，我们都是幸福的。哎，不。酒过3巡，客人慢慢散去。楚姐黑哥开始享受独处的时光。有一种爱是老公让你试菜，在黑哥的标准里，只有能让老婆认可的菜，那才算研发成功。很好吃，他只要炒一道新发明的菜，看我们都像个每天能够试一次。那个师傅炒的嘛？你炒的。重庆的美食江湖里，从来都不差那一口美味。但更多人中意的还是那份江湖儿女的人情味儿。艰难时同甘共苦，平淡时不离不弃，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。快点，赶快收了。今天是端午节，胖妹瘦妹收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。他们第一次相约来看重庆的夜景，就像是儿时一起看山，在田间一起摸鱼那般清澈。重庆女儿的心情很耿直，有道理的时候给你讲。英姐又在讲述着自己另一件光荣事迹。打断了，撇了走人。在英姐眼里，重庆女娃就像海椒，哪里不服专治哪里。周边的店面换了又换，但李娘娘的店一点儿也没变。鸡嘎嘎，鸡肉。李娘娘不变，味道就不会变。38度8，这一天重庆热辣，有的一点口腹之欢，也尽了一点痛快之情。
娘娘们的美食让胃里热辣而欢快。明天又将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江湖菜馆，江湖再见。